我上一次介绍 CX-30的时候，我的大儿子5个月，现在我的小儿子已经快2岁了。这个 CX-30跟我之前介绍的2款 CX-30最大的不同是，这个是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而之前我介绍的都是从日本 CBU 整装进口。现在这个 CX-30的售价从131,000到159,000。那之前我介绍的呢，有 1.8 Diesel 还有 2.0 All-Wheel Drive 这2个款式在 CKD 都被抽掉。所以现在所有的 CX-30都是 2.0 L 自然进气引擎搭配6速自动变速箱，没有 Diesel， 没有 All-Wheel Drive， 这个也比较符合马来西亚消费者的购车选择这样子。那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Let's go。CX-30是一个尺寸介于 CX-3 和 CX-5 之间的 SUV。刚开始推出的时候，它被视为是 Honda HR-V 的直接对手。可是后来我们都看到 Honda 推出了 ZR-V，Toyota 有 Corolla Cross， 让到他们这个介于 B segment SUV 跟 C segment SUV 之间的车型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它的轴距是2655mm，CR-V 是2610mm，那 ZR-V 就是2655mm，跟它一模一样。Corolla Cross 是2640mm， 它用了相当大面积的防刮材质，让到车身看起来比较苗条、比较窄，而不会像 CX-5 这么大辆，这是故意做的啦。再来，它这个最顶配的用的是18寸的轮圈，我觉得非常好看。18寸放在这个 CX-30，因为你轮圈太小，看了就像一个 V 型门，这样子真的就是 ，actually 它就是一个加高加长版的 Mazda 3。前一阵子 Ferrari Purosangue 被很多人戏称为是高级版的 CX-30，这也让 CX-30的造型再一次的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我作为目前少数实际看过 Purosangue 也开过 Purosangue 的人，我可以凭良心的讲，它跟 Purosangue 其实只有10% 相似的地方。那它们相似的地方，最主要的地方在2个。第一个就是颜色，因为 Purosangue 主打的那个红色跟它的 Soul Red 混动红有一点似曾相识。那第二个地方就是在它的后挡风玻璃，因为 Ferrari 是刻意的去缩小后挡风玻璃的面积，然后在这个 Rear Diffuser 这边去增加这个下压力。因为 Purosangue 后面是不提供这个 Wiper 这个雨刷的，所以 CX-30有。那还有第3点，让他们会有一点令人感觉到像的，就是因为他们的 rear bumper 这边的面积都相当大。But Ferrari being a Ferrari， 它用的是 high gloss black 高光泽黑，即便它是一个强调越野4轮驱动的 Ferrari 车型，但这边是不管你防不防刮啦。那 Mazda 就还是比较怎么讲，比较 practical 这样子给你去防刮。那车尾灯是可以讲是完全不一样啊，因为那个是扁扁这样子，好像 Roma 这个就真的是 Mazda 自己的这个双圆尾灯，然后有涂上了这个黑色的眼影这样子，所以像不像？我觉得倒还好，纯粹是这个型我们说 shadow 有那个影子罢了。如果你是单身人士或者是 DINK Dual Income with No Kids 丁克一族 ，CX-30你可以考虑，行李箱空间430公升。Mazda 3 295公升，所以是一个行李箱空间更大的 Mazda 3 Liftback。所以我现在就放入这个 Tuller Subterra Spinner， 这是我最喜欢用的一个luggage 它非常的软，是一个 soft side， 你可以放东西等等，拖起来也不会说很重。然后你再放入一个小孩子做的这个 booster， 就这样好了，没有了。所以如果你是有小孩的朋友，不管你是1个小孩、2个小孩、3个小孩，只要你有1个小孩或以上，你要出远门，这个行李箱空间肯定不够你用，因为这个车子这个高配的那都159,000了嘛。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考虑拿来载老人、载小孩，直接上 CX-8， 连 CX-5 你都不用考虑了，因为 CX-5 的空间也相对的有限compared to其他的竞争对手来讲。所以我觉得 CX-30真的就是一个。如果我是驾 CX-8 的人CX-30可以当做是我的买菜车这样子啦 ，OK， 它不能当做我的主要用车。再来 CX-30的后面有给你一个185/65 16寸的临时备胎 ，temporarily use only。这个驾驶座是我自己开车的时候的位置，所以我没有刻意将它调前所以腿部空间的话，2个拳头这样子，翘脚的话。很勉强。
我想要讲 CX-30 最弱的地方就是在它的后排空间，但你可以讲一间苏式店最大的缺点是在它没有卖 Basta 嘛，又不可以这样讲。但后排空间小绝对不是它的优点，只是说 Mazda 它不是买一款车型，它有 CX-5， 有 CX-8， 有 CX-9， 那每一个车型都有它自己的 target audience， 有它自己的这个针对的客户群。那如果这个客户群他想要移植可以先上来，有更灵活的空间，他可以去买 Honda， 因为 Honda 什么车子都是强调大。但马自达的车主追求的东西可能就不单纯只是在动力数据跟空间的这个大小方面，所以这个空间真的就是很一般哦。OK， 它的椅背不是很怎么讲，椅背很直，长途行驶不舒服，真的可以给你短途走100-200公里没有问题啦。你要走300-400-500-600公里 ，CX-5、CX-X 是比较好的选择。那至于我觉得它的优点就是在它的质感，因为它虽然不是一个 premium brand， 不过它用的皮革、它的设计、它的这些 chrome 门把、缝线等等都可以去媲美 Lexus UX。Of course Lexus UX 再更高一级，不过我觉得已经是非常接近 Lexus 的感觉了。就以一个价钱来讲，160-150多千的车子来讲。设备的话，这边有2个冷气出风口，不可以调温度，不可以调风扇大小。那之前最低配的 CX-30 是没有冷气出风口的，现在这个高配的有。然后这边有一个中央扶手，有没有 USB port？ 没有 ，Type A、Type C 都没有，你必须要依靠前面来跟你去充电这样子。那如果你真的觉得空间不够用的话，它有60-40分离琴导，你可以这边按一个 button， 它就会这样子滑下去，然后就可以去进一步的去 extend 你的行李箱空间。把头部空间是真的是很够力，因为我的身高是178 cm， 不到一个拳头罢了，所以相当的低，相当的矮。但是前面有玻璃天窗这样子。这次 CKD 版本的 CX-30 呢，有2个款式比较特别，一个叫 High Plus， 一个叫 High Plus Premium。那这个 High Plus Premium 就比 High Plus 贵了1万块，这个是159,042块，那个是149,042块。那这个1万块里面主要多了4个东西。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玻璃天窗，它不只是天窗，你是可以打开头伸出去驾车的时候头不要伸出去啦。然后第二个东西就是呢，它有360度的全景摄像镜头，这个东西之前 CBU 是没有给你的。那第3个就是它有 Front Cross Traffic Alert， 普通版本就给你 Rear Cross Traffic 而已。然后第4个就是它用的是 Adaptive LED 大灯系统。那其实 Non Premium 它也是有 High Beam Control 的 FFS， 就是它会根据你的 Steering 摆，它的车灯会摆，但是 Adaptive LED 还是比较聪明的。然后主要是这4个东西啦，就是你肉眼看得到，你能够操控到的东西是这样子。但是我自己觉得啦 ，OK， 如果我自己是消费者啦，我会觉得这个1万块，我不要天窗，不要360，我也不要什么 Front Cross Traffic Alert， 我也不要 Adaptive LED， 但是我要 Bose， 你叫我补15千我都可以补，因为这个它还是用8个 speaker 的音响系统。那这个第2代的 Mazda Bose 呢，我是在 MX-30 上面试到，真的，你去 MX-30 上面去试那个 Bose， 真的是一流那一种。这个8个 speaker 已经比市面上同级对手的音响还要来得好，但是11个 speaker 的 Bose 还是最完美的一个组合，所以这个是我对它小小的一个建议啦。那除此之外，第2个我有意见的地方就是它有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但是它没有 wireless 的。那改款版的 Mazda CX-X 是有 wireless 的，但其实 wireless 不 wireless， 我倒觉得如果你的 cable 够长啦，这样开呀。那这边这样开，如果你用的是1个 meter 的 cable， 那有没有 wireless 其实倒还好，因为你用 wireless 手机很吃电，所以到最后 LPP 你还是要 cable。那如果你的 cable 是 0.5 就不可以了啦，就因为你这样子嘛。然后再来的就是它用的这个还是 USB 2 USB Type A 的接口。那我现在一般上我用的都是 Type C to Lightning， 但是这个每个人不同啦，有的人用 Android。那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之外呢，它的整个质感就跟之前没有不同，它也没有给你红色皮革，给你白色皮革，收发这个 CKD 的是没有啦。然后作为一个测试了，我看有400-500辆车子，不包括我频道的啦，之前杂志也有写很多车，所以我觉得这个 Mazda 的这一套
作业系统，这个 Mazda Connect 这个旋钮搭配这个荧幕，虽然它不可以 touchscreen， 不过我觉得它是我试驾这么多品牌的车子，我不管你是 Ferrari， 你是 Rolls-Royce， 你是 BMW、Mercedes、Audi、Lexus、Toyota 等等，我觉得这个系统是最符合人体工学。你的坐姿、你的油门踏板跟刹车踏板的位置、方向盘的大小，做起来整个。马自达说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在研究人在车厢里面的活动，肩膀以上的活动，腰部以下的活动，脚怎么放等等。然后中间这个旋钮呢，你按 Music 的 button， 如果你在 Spotify， 它就会直接进去 Spotify。然后这个 Navigation 的 button， 如果它在 Waze 就直接进去 Waze， 它在 Google Map 就直接进去 Google Map， 它在 Apple Map 就直接进去 Apple Map。独立按钮来的 ，OK， 不怎么声控啊，还要去滴滴多多按，没有。然后它的这个荧幕呢是非常的远。它远到来就已经有点像 head up 的 instrument panel 这样子了，所以你的视线不需要像最新的 Mercedes 这样子，你一定要去这样子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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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只是你的眼球移动而已，你的头不需要那个角度这样子，所以你能够更加 focus 在路面上面。而且现在这个车子它有 head up display 抬头显示仪，但我自己是不喜欢用这个东西啦，除非我在欧洲或者我在美国开车，因为欧洲除了德国以外啦，I mean 就算是德国啦，因为我们要看这个 speed limit， 德国的高速公路它是 autobahn 没有限速的，但是每当有路口有 junction 交接的时候，它就会放慢到130或者120这样子，所以我需要知道，non speed limit OK 有 speed limit 了哦，然后又没有 speed limit 了，我需要透过这个东西提醒我。I mean 价钱 spec 你可能会讲 HRV， 你可能会讲 Corolla Cross， 但是你自己去 showroom 里面，你坐进去这个地方抓着方向盘 ，OK。Corolla Cross、HRV、CX-30， 如果你看完过后，你觉得那两个对手比它还要高级，我不会讲，我没有话讲。你可以 argue 它没有这个电子仪表板哈，但 who cares？ I mean I don't care。我要看 RPM， 我要看 speedometer， 然后给我知道我的前方跟车。讲到这个前方跟车呢，它有这个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with Stop and Go， 有跟走停的功能，这个叫 MRCC， 在 CKD 身上也是有。我叫戴祖义，我是一个汽车评论员，一个 automotive journalist。我觉得车子呢，它不单纯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是你生活中的一个良伴，一个伴侣。尤其马来西亚人车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必需品。你刚刚拿到驾照16、17岁，你就要开车了。我不管你住在甘榜，你住在东马，你住在西马，车子就像手机一样，是每个人必须要拥有的东西。然后我们头期前大概首付10%， 10%都能够买到车。所以我看待车子的方式是，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需要花很长时间坐在车子，坐在车厢里面。所以我不会建议大家为了追求便宜而去买一些可能长途行驶没有这么舒服，长期处在车厢里面可能东西不好用，质感不好。我觉得它的这个sense 一辆车子的 sense 感情面、情感面是大于它的所有的东西，所以它必须很清楚知道自己不能够跟 Honda、Toyota 打肉搏战，它没有这个成本优势，它也没有这个量的优势，所以它能够做的是什么？它能够做的就是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自己应该走的路，而不是人云亦云。大家玩大空间，他就玩大空间；大家玩 CVT， 他就玩 CVT， 没有。我们在影片里边可以去示范一台车子的过弯表现如何，但是对大部分的观众坐在手机荧幕前、电脑荧幕前的你来说，这个东西它太过抽象了。每一台车子都好驾 ，Honda 也好驾 ，Toyota 也好驾 ，Mazda 也好驾，但这个好驾到底要怎么样去定义，怎么样去区分？我告诉你，这个是 GVC 或 GVC Plus， 它完全就是一个专业名词，一个术语，你怎样去 get？你 get 不到的，你必须要真的是自己手掌10度抓着方向盘，然后你 switch lane， 你马上就能够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Torque vectoring 这个东西，在同级的价位车子来讲，太过奢侈了。即便它后面是 torsion beam， 当你在摆动车子的时候，人马一体，它不是一个专业术语，它不是一个专有名词，用来糊弄你，用来忽悠你，不是，它真的是会让你觉得所有东西 less is more，
什么都不多，一个都不少。那讲到动力方面啊，这个 Mazda CX-30 全车系都标配 2.0L 的 Skyactiv-G 自然进气引擎，它在6000 RPM 有162个 horsepower，4000 RPM 有213个 Nm，所以以排量来讲，它非常的不划算，因为你花2.0，I mean HRV 1.5L Turbo 1.5L 就有174 horsepower 240 Nm，而且更低转就有更大的 power， 但重点就是在这个 gearbox， 因为它是 Skyactiv Drive 的6速自动变速箱，6速自动变速箱跟 CVT 是，我不可以讲完全不同，不过就构造上面来讲是完全不同，一个是2个 pulley， 一个 belt， 一个是真正的 torque converter， 真正的变速箱，它是有节奏的。节奏这个东西，它同样也是相当的抽象。我只要升档，我只要进牙，我为什么要节奏？为什么 downshift 2号牙？为什么要这些东西？对不对？2号牙，3号，4号 ，OK， 3号，2号。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少人会在乎？我驾一台 C segment SUV 或 B segment SUV， 我要的这个感觉，还是我要这样子的感觉？我不知道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因为我遇过真的有人驾了 CVT， 驾了 CX-30， 他跟我讲一样，他跟我讲想也明家有什么分别？这样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你知道吗？所谓一种米养百种人，大家不知道这种柔顺感、这种顺畅感、顺滑感。我觉得目前为止，这个自然进气引擎搭配 6-speed automatic gearbox， 你在塞车的时候呢，其实它是很顺的。我本来觉得 CVT 可能很顺，可是你驾了 CVT 过后，你就会发现到 CVT 的起步档尤其 first、second、third gear，I mean 它没有 gear 啦。我的意思是你在 pick up 的时候，它有时候会 overrev， 或者它会忘记进牙这样子，它不是这么 smart。那这个 6-speed automatic gearbox 当然有它的缺点，就像你跑高速的时候，如果你有 X-speed 更好，因为你的 RPM 更加的低，所以这个 6-speed，I mean 在 2.0L 车 Skyactiv-G 还好。如果像比如说我的车 2.5L Skyactiv-G 就相当的不省油，相当的吃油，你要去到 2.2T 车才比较省油。你真的要想就是为什么我的马力扭力不是很高，我还要给 2.0L 车的 road tax， 我不如给 1.5 就好了。不过就像我讲的，不同的个性，看你要求的是起步6500转，因为这个高压缩比的引擎，它同时也算是一个高转的引擎，你一直要去拉，一直要去拉，一直要去拉。然后大家知道 Mazda Skyactiv-G 引擎的引擎噪音，我不可以叫引擎声浪因为通常我们形容声浪是什么 V6、V8、V10、V12， 我们才可以叫那个叫声浪，这个叫噪音。噪音跟声浪它是有一个区别的，它考量到的是厚实不厚实，它会不会丰满，它会不会饱满，它那个声音会不会很立体。当然它讲求的是平衡感，一种 balancing。你稍微带着一点速度出弯，看到吗？你那个回神，它很快就能够回过神来。有些车子你一过弯过后，你要花一点时间去，不然讲抓无球抓无球，那个球在哪里？一种节奏感，一种没有办法用非常理性方面来看待的节奏感。所以这个 CX-30 呢，它目前的售价是从131,000到159,000，其实是相当宽的这个 price range。你可以买到有几个送就几个送的 CX-30， 你可以买到有天窗、有360 camera， 然后有齐全的 stop and go 功能的这个 Premium Plus，I mean High Plus Premium 或 High Plus。都可以，所以 CX-30 如果你是一个单身人士，你是拿来做 spare car，I mean 你是拿来做日常通行的车子，它真的是一辆非常有格调、非常优雅、非常有个性的车子。那说跑高速的话，
它的极速只可以去到193还是196 km/h，but I mean it's okay， 18寸这个26 OK 动到线，你看它会提醒我紧抓你的方向盘，看我肩膀以上的位置的抖动，回，看到吗？它没有过多的 body roll， 过多不必要的晃动，这些碎震等等，它是整个是很 balanced 的。你去试驾你就懂我在讲什么。那影片结束之前呢，我还要再补充一个点，就是 for 这个 CX-30 呢 Mazda 是有给它5年或10万公里的这个 free maintenance， 包括 labor cost 等等。所以马自达的车主就知道了，你买虽然它的价位可能会比对手高出一点点，可是你要去衡量去计算这个5年10万公里的 free maintenance， 它已经包含了多少钱？好像你换黑油的钱、工钱，你换牙油的钱，牙油不用一直换啊 I mean 它不用换牙油了，我的意思是总之就是这些零零杂杂的费用你不用去给它。很多年前大家都把马自达的认知set在可能比 Honda、Toyota 低。今时今日你再去看它的设计、内装、外观，它不是很 popular 很大众的东西，不过只要你去稍微做一点研究，你就知道新时代的 Mazda 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是戴主义，喜欢今天这期影片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靠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2、1 cut。